如果你最近走路时发现头部就会一阵的发晕、肚子胀气，还老是咳嗽，晚上睡觉也咳个不停，去医院看也没查出什么问题，买点止咳药吃也没有太大帮助，这往往是因为肺部有火，又没有得到及时的调理，导致火势蔓延，把整个身体都烧干了。加上气温高，耗气增加，内外耗气严重，所以时常还会伴有胸闷的感觉。大家好，我是吉米，今天介绍一个润肺止咳、消炎去火的特效穴——孔赘穴。只要坚持一段时间，这个病症就能得到非常有效的调理。气血的交通枢纽站——孔赘穴，最早出自针灸甲乙经，属手太阳肺经，是手太阳肺经的溪穴。溪穴就是经络精气最多的地方，所以它是整条经络气血的枢纽，大量气血汇聚于此。在夏天这个气血波动大的季节里面，能最大限度地帮我们控制气血的波动。可以说，它就是我们安然度过夏天的保护伞。它的位置很好找，在手上的尺泽穴与太渊穴的连线上，两穴中间靠近尺泽穴1寸的地方。孔赘穴是我们身上最特立独行的一个穴位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我们身体上没有办法找到和孔赘2个字中任何一个字有关的穴位。孔赘穴，孔指毛孔、孔洞，赘是指极致、多的意思，可以理解为它是肺经上对应孔洞处最多、气血最丰富的穴位。也正是如此，在我们想要祛邪排毒、润肺止咳、止血顺气的时候，按揉孔赘穴是最适合的选择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使用这个穴位。祛湿排毒小帮手。已经进入夏天一段时间了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靠吃冷饮和吹空调来度过夏天了。很多朋友喜欢待在空调里面，也不爱运动，结果把自己弄出问题了。现在稍微吃点东西就容易肚子胀，宿便也排不出来，整个人都胖成了球了，人也没有精神，脸上蜡黄油腻。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先来看看舌象。这种朋友的舌象往往布满一层厚厚的白苔，而舌头呈现肥大的症状，这就是明显的寒湿入体。一直待在空调房里面，寒湿使劲往身体里面钻，又不出门运动，身体的阳气得不到补充，身体就被湿气给拖住了。这时候最适合的解决方法就是艾灸孔赘穴。首先，艾灸就是在给我们补充阳气，这就像平时我们晒衣服，只要出太阳，衣服才能干得快，不然出现异味霉点。我们身体也是这样，只有身体里的阳气充足，才能有效祛湿。其次，孔赘穴最大的特点可以用通来概括，通就是疏通经络，开淤通窍。当我们身体的经络堵住时，被邪湿毒气缠上的时候，可以通过将孔赘穴经络疏通，将湿气排出。具体怎么做呢？在上午9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，我们选择比较细的艾条，一食指粗细，穴在穴位上方2横指处来回旋转艾灸，每次艾灸时间在5到10分钟。作为保健调养身体，艾灸的时间不要太长，正好灸到一定的程度，我们能明显感受到一股热流从孔赘穴出发流向身体，慢慢感觉身体暖起来，之前困重的感觉一扫而空。如果白天比较忙，那也可以在晚上进行艾灸，但是最晚不要超过11点，会影响睡眠。艾灸孔赘穴适合于身体怕冷、便秘、头痛、身体沉重乏力的朋友，但如果是上火、眼睛发红、湿热疹状的朋友就不适合艾灸，可以试一试其他的方法。润肺止咳的灵丹妙药，《金针秘传》里面说，孔赘2穴在晚上7寸，治热病汗不出，咳逆必厥痛。这句话可以理解为，孔赘穴可以治疗热病、咳嗽、身体内热不出汗的情况，而到了夏天，天气越发的炎热，咳嗽感冒的人反而增加了，尤其是小孩和老人，早上咳，晚上咳，半夜也在咳，十分的难受，睡也睡不好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刮孔赘穴。孔赘穴是肺经的溪穴，为地支金水，承运金水，可以滋润肺部。刮完之后像抹了润滑剂，全身舒舒服服，每一次呼吸都是享受。可以说，孔赘穴就是我们人体的止咳糖浆。我们去刮这个穴位，只需要用刮痧板从上至下刮孔赘穴，隔天刮一次，每次3到5分钟。在早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刮痧，此时出阳的能量配合刮痧，作用能达到1+1等于3的效果。
不过刮痧虽好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吃饭后1到2个小时不能进行刮痧，同时刮痧前还可以喝一杯温水，避免刮痧起皮。其次，刮痧的时候需要注意不要用力过猛，如果有出现红色的痧，代表我们体内是比较燥热的，还容易发脾气。如果是紫色的痧，代表我们的体内进寒气了，表示要多加注意。如果你身边有咳嗽不止、哮喘、呼吸不畅、感觉到胸闷、胸痛的朋友，都可以去刮这个穴位调理。清热止血的天然药方，孔雀穴还有着清热止血的效果，相当于我们的身体自带的金疮药。我们都知道，越热气血流动的越快，所以在我们上火的时候就会流鼻血。在经期吃了上火的东西，会增加出血量，而孔雀穴就是利用了清热通络的作用，降低高温给身体带来的危害。在疏通肺气的时候，以凉血止血方式帮助我们的身体止血通瘀，如导致的头晕、头痛、失眠多梦，还能有效调理预防心梗的问题。揉按的方法也非常简单，也很方便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做。我们先找到左右两手的一个穴位，用大拇指去顺时针按揉36下，再逆时针按揉36下。在每次按揉的时候需要用一点力，以按到有酸痛感，但是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为准。按揉完之后，能看到孔雀穴的位置是泛着淡淡的红色，感觉到孔雀穴的位置也是在微微的发烫，这说明气血慢慢的被疏通了，是正常情况，不用担心。如果是月经不调、月经量比较大的朋友，也可以通过揉按孔雀来缓解月经不调。按揉孔雀穴相比于服用药物而言，对身体没有任何的副作用，简直就是不花钱的灵丹妙药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、点赞和分享，让更多人共享中医之美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